I'm not good enough. Why did I say it? Don't look at my face. I try to hide it. Told you not to stare. Don't doubt my desire. The stream is moving fast. I think I'm losing it. 老公，不是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们才结婚不久，你就跟我的闺蜜躺在我们的婚床上，你让我怎么想？放手，我们离婚，离婚！不能离婚。雨辰，我只是想帮你来。你难道不是想让他死？你当赵太太了啊？我没关系，死了也好，反正也没人看见。听说赵董的妻子在3年前不幸从楼上摔下后成为植物人，您还坚持每天去医院看她，这样会影响您的工作吗？您不累吗？累是累，但是这是我的习惯，只要我能每天看到她，我就很安心。您和赵太太感情真好啊！真的吗？每天来看我，护士会不认识他？沈总，医院传来消息，林小姐醒了。推掉今天所有工作，我要去医院。沈总，林小姐她不见了。什么？警告！非法入侵！非法入侵！医生，幸亏离何止？爸爸死了，屋子密码换了，连家里的布局和装修都变了。怎么样？对家里新装修的风格满意吗？又土又俗，钱只会让你变成暴发户，却增加不了你的地位。你除了耍耍嘴皮子还能做什么？你的家是我的，你的老公也是我的。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和赵雨辰现在还是合法夫妻？那又能怎样？雨辰根本不爱你。如果你不是林振轩唯一的女儿，谁稀罕看你一眼？当年的事情就是对你自以为是的教训。滚出去！你有什么资格赶他出去？这是我的房子。林可止，这现在已经不是你的房子了。你爸死之前留下了遗嘱，他将他名下所有公司的股份，包括不动产，都交给我，还有这个民宿。不可能，我爸不会这么做的。听到了吧？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可以留你在家里当佣人，只要你乖乖跪下给我磕3头道歉。你做梦！雨辰，大胆！报表，报表！把他给我带下去，带下去！这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的家，你放开我！如果我没有变成植物人，如果当初捉奸的时候没有情绪失控，爸爸走的时候，我也应该会陪着他。不，也许爸爸就不会走。你怎么不回家？家在哪？我没有家。
何止，何止！爸爸，我错了。你早就说过赵雨成不是个好人，但我不信。一意孤行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。哭有什么用？怎么，大小姐现在连自己的东西都守不住了？何止，10岁的妈妈不在了，以后我们照顾她。等以后爸爸不在了，10岁也会照顾你的啊。我的衣服是您给我换的？不是。你干什么呀？我要报仇，还有爸爸的死，我一定会查清楚。大小姐想要报仇，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行。3年前你成为植物人之后，林家发生的所有事都在这里。我当年被推下楼，没有立案调查吗？林伯伯报警了，但赵雨成有不在场证据。半年后，林伯伯意外去世，我回国了，然后给你转了医院。谢谢你啊，10岁。没关系，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且林伯伯说了，让我照顾好你。沈总，林小姐一个人真的可以谈离婚吗？相信她，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哭哭唧唧的小白兔了。我昨天发你的照片怎么还没有传出去？怎么回事？赵董，联系了7、8家媒体，没有一家媒体敢爆料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些媒体不是最喜欢爆黑料出轨的吗？再说了，林振勋都死了，还有谁会顾及他这个废物？赵董，您太太来公司找你了。他怎么会来公司？你去拦着他。不用了，我来跟你谈离婚的事。还想分我一半财产？你做梦呢！是不是在董事长的位置坐久了？是不是都忘了？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嫁给的。离婚可以啊，你净身出户。还有，我们赵董手上有你出轨的照片。我出轨？你好好看，是谁出轨？哎呀，赵总，这不是说好了10点要开会探讨天辰集团的招商项目啊？对。大小姐，你醒了？你们这是？各位长辈，好久不见，我来跟他谈离婚。啊？大小姐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照片你们都看了吗？哎呀，大小姐。这男人嘛，偶尔在外面逢场作戏，这也很正常，这也不至于闹到离婚，是吧？这个公司的事儿你又不懂，把公司的事交给赵董，你在家里享清福不好吗？是呀，嘉林是你爸的心血，你们要是闹到离婚的话，那对公司影响也不好呀。各位都是陪着我爸创立嘉林的老人，你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。他如今出轨，你们却让我忍着。大小姐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大家也是为了你好。如果我爸现在还在的话，我根本不会这么回去。何止，我要忙着开会呢，就别耍小脾气，好不好？过去的事，见了翻篇嘛，人总是要向前看，
对不对？并不想过去。何止，你现在的情绪太不稳，等情绪稳定了，我再谈。我先安排人送你回去。雨辰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要是被别人看见了怎么办？我是怕他找你麻烦，他是不是还是不肯离婚？你以为我跟他离婚了，他就会娶你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要不是你占着赵太太的位置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，是吗？当初在大学的时候，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，也是你每天跟我说他有多好。你没事吧？啊？事情处理完了，我走。我知道你不会跟我轻易离婚的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上法院起诉，你等着收律师函吧。你们林何止，他是谁？他是谁跟你有关系吗？还有你，拿手指着别人，真的很不礼貌。你还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姐，不过是个已婚的烂货。有哪个正经男人会喜欢捡破鞋？我看你双脚挺正常的，脑子是裹小脚布了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！雨辰，你逼我离婚，就是为了这个小白脸是吧？赵立成，你别太搞笑了。我跟你离婚，是因为你的问题，你不要怪别人。哼，你还护着他？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你，还不是图你的钱？是，我喜欢他。何止，我喜欢你已经有10年。刚刚，谢谢你啊。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。什么真的？你要让我再说一遍吗？不用了，我要去林家别墅一趟，我要去拿点东西。不是跟你说了，你不要去我公司。难道我要做一辈子地下情人吗？雨辰，你干嘛动我的东西啊？你的？当然是我的。哎，林何止，你不会是因为没钱，所以才来抢我用过的东西吧？你既然说是你的，那你就把购买记录拿出来看看。谁会留着购物单据啊？我早丢了。奢侈品店都会保留顾客的购买记录，查出来看看。你回来正好，你手上的这个玉镯是我3年前的，拿了。怎么没？林何止，你太过分了吧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？把你给了，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婚戒是我买的，你1分都没出。你想干什么？那是你自愿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是我当初下的人，一个只会甜言蜜语却什么都不付出的男人，哪里是真的在乎自己？狗带过的东西，喂不会。你，来人！今天你休想带走这些东西。进来。拿来。你还想干嘛？ 3年前，
你推我下楼那晚，我调查出了赵雨成他在酒店走廊抽烟的不在场证明，而你呢？我记得是你推我下楼的吧？我有证据，想知道的话，给我打电话吧。不是我。站住！你们废物，出去！这条路，你不会是要带我去太云山吧？太云山13号。你住那里？太云山是 S 城最贵的地盘了，而且光有钱也买不到。我的竹马是隐形富豪。少爷，袁小姐，少爷这称呼，难道不是在有老爷的前提下会存在吗？可从来没听10岁提起过他爸的事儿啊。他叫你少爷，这栋别墅是你的？别说这栋别墅，整座太云山都是老爷买下来送给少爷。你为什么变得这么有钱了？千晨集团是我创立的。千晨，夏林集团一直在争取跟千晨的合作，我之前调查过，他很有名。大家都说千晨总裁是 S 城的新贵。10岁，你让我去你公司呗。好啊，你陪我上班，1个月给你10万。上班呢可以刷剧玩游戏，1日3餐跟我一起吃，上下班我接送你。哎呀，我认真的。最近招商的恒生广场项目，你跟进一下。真的？还是你帮我？千晨集团恒生广场的招商项目由我来负责，请各位合作方提交品牌策划书。这么多家，这也太难了吧？这下肯定成了。大小姐懂什么方案策划？只要以老林董的名义，这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好巧啊，林家大小姐，嘉联集团可是你爸爸的心血，这次合作，嘉联集团一定会势在必得。现在是赵雨成的嘉联集团，不是林家的。李伯伯，你年纪大了，就应该待在家里享福，不好吗？老人就应该待在家里带孩子，何必占着位置不给年轻人机会呢？你，李伯伯，我是为了您好。大小姐，这男人嘛，偶尔在外面逢场作戏，这也很正常，这也不至于闹到离婚，是吧？这个公司的事儿你又不懂，把公司的事交给赵董，你在家里享清福不好吗？各位都是陪着我爸创立嘉联的老人，你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。他如今出轨，你们才让我忍着。大小姐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大家也是为了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林和芷。你说的证据是什么？能把你送进去的东西。不可能，房东可以作证那晚我一直在出租房里。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，就不会给我打这种电话。我们见面谈谈。不过是被小白脸接手的二手货，
还挺滋润呀。你过得也不错呀。这批项链和你之前林和志戴的没法比，要不是他抢走我的。是啊，那些垃圾你要抢就抢吧。雨辰心疼我，给我买了新的首饰和包包。你说的那些垃圾啊，卖了1000多万。3年前，你和赵雨成在我的婚场上争执，有印象吧？这床头柜上的喜字和装饰就能证明是真。撕吧，我还有底片，你想撕多少，我就印多少张给你。不过，只要你帮我一个忙，我可以把底片给你。你说，当年我哼，贱人，以为不喝水就没法治愈呢。藏哪呢？你们在里面这么久，聊什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裴少。竟敢破坏我与千尘的合作！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把这个贱人咬这块给我拔了。现在教训他也不晚，今晚过后，让他生不如死。今天就让我尝一尝这千金大小姐的滋味。妈的，给踹我！给老子架起来！今天就让你爽一爽。出去！出去！我好热。直接，好热，好热。哥哥，帮我去药店买几样东西。何止，听话。我们，哎，不是林和芷吗？啊，不是林和芷吗？这怎么回事？不应该是林和芷那个贱人被记者抓到出轨曝光吗？这不是嘉联集团的赵董吗？赵董听说你妻子已经苏醒，你不是很爱你的妻子吗？怎么和女人在外面开房呢？请问这位小姐什么时候和赵董在一起的？闭嘴！肯定是有人陷害我。手，
你是谁？谁让他勾引我的？你是说赵雨辰他们在乡里给我下药，想让我出轨？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啊。换吧。那我换下衣服。你不出去吗？你在这里我不方便。外面有记者，而且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洗澡。4岁的时候和现在能一样吗？朋友们，滚！滚！外面在吵什么？我把赵……我把赵雨辰和高幼林扔到隔壁房间里了。如果不是10岁及时赶来救我，今天我就会身败名裂了。娘。赵总，有媒体约你采访。可以了，这帮记者，我那点屎味就跟狗一样的跑过来。今天早上酒店的事情压下去了。是的，我已经跟好几家媒体打过招呼了。还有件事，赵董，负责进驻恒生广场项目的负责人李董犯了高血压，需要住院休养。要不是林和芷这个贱人重新做岗，算了，联系一下前程集团的负责人，我约他吃个饭。雨辰，你找我干嘛？我在家门口，保姆故意不让我进去。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最近风声紧，你还是先回你租的房子里去住吧。我不想，雨辰，大不了我在别墅里不出门呀。还有，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装不认识我，还把锅都甩我头上？难道你想让别人知道我们早就认识了吗？你想让别人知道3年前是你把林和芷推下楼的吗？乖，这只是暂避风头而已。等我让林和子净身出户之后，你就是灶太太啊！那你好歹让我进去收拾一下东西啊！好，那我跟他说一声。雨辰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回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，挂了。沈总，嘉林集团的赵总想请你吃饭。赵雨辰，赵雨辰，通知秘书处，他的邀约一切拒绝。是。你就不好奇赵雨辰找你什么事？你想让我去见见？当然不是，你嚼舌头想都知道，他肯定是为了恒生广场的事。吃饭。林和芷，把手机放下。都20多岁了，我为什么还下意识听他的？10岁，今天来了这么多记者，为什么赵雨辰出轨的事没被曝光出来啊？先吃饭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嘛，你不说我都没有心思吃饭了。10岁，10岁。家里让记者把消息压下去。先吃饭。气死我了，吃不下去了。高贺和千晨集团公关部见你。真的？10岁，你也太好了吧！没有你，我可怎么活呀？既然知道离不开我，当初你又为什么偷偷逼叔叔送我出国呢？
这么晚还在看招商书，还以为你只是玩玩。大小姐长大了。啊！我看你睡着了，想给你抱到床上。我电话。何止，你还没睡吧？明天有个宴会，你陪我一起去。赵宇长，你是不是精神分裂啊？你，何止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就算你在外面养小白脸，我也接受。有话直说，你是不是出轨被曝光了？想让我帮你去恩爱澄清一下呀？求我。没事吧？把位置发我会去的。你受伤了没有？你怎么还留着赵雨成的手机号，还答应他赴晚宴？我是想借机刺激一下高幼霖，我怀疑我爸的死跟赵玉成有关，但是他又防得严，所以我想从高幼霖下手。把它给删。删了。我是因为离婚的事儿，要不然我才不想让他污染我的手机呢。有，我那国内几十万的生意，以后需要你们照顾啊。哎，简单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看了这个想法了。你说，这一定。这位漂亮的美女是哪家的？这不是嘉林集团的林和芷吗？成植物人之后，真醒过来了。林和芷，你居然敢拉黑我呀！以我们现在的这种关系，没有联系的必要。赵董，你跟您太太的感情可真好啊！杨总，好久不见。杨总是从哪儿看出来的？杨夫人今天没有陪您来吗？她身体不好。对，也是。像赵总、杨总这样事业有成的男人，夫人一般身体都不太好。哎，赵总，看那边，那位啊，就是千城集团总裁的秘书长高贺。高贺在，10岁会不会也来了？他没跟我说啊。赵董，您不是想跟千城集团合作吗？这位高秘书长啊，可是沈总面前的大红人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好，咱们过去打个招呼。高秘书长，久仰，我是。沈总不是说林小姐没空参加晚宴吗？怎么会？难道沈总被林小姐割了？林小姐来了。你认识高贺啊？你是不是通过他才进的千城的？怎么装不下去了？里面的人都看着。贱！贱！ 다시 너를 볼 수 있을까? 다시 스쳐 지나가 멀리 哎呦，你养的小情人啊，一个二个，也是不知道检点啊！林和芷，高秘书长知道你养的这个小白脸啊？高秘书长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这个贱人攀上了高，嘴巴放干净点。你人品不正，性质低劣，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啊？
你穷鬼，你迟早被杀。10岁，你手疼不疼啊？你来接我了吧？我们回去。你和高克怎么回事？误会，赵雨成看我和高克认识，造的谣。哎，沈总，上车吧。你自己打车回去，我开车送他。是，怎么回事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怎么感觉沈总要灭我呀？上车。能让高贺开车的，车上难道是千尘的总裁？你还生气呢？总不会是吃醋吧？林和之，你这个贱人，信誓旦旦说要跟雨辰离婚，还拍你们的合照发我。这不是你以前最爱干的事儿吗？几张照片而已，你不会想多了吧？听说你最近被赶出了别墅，过得好吗？你得意什么？再怎么样，我都比你强。那要不要去警察局坐一坐呀？我们见一面，你把上次照片的底片还我。上次见面的教训我可还记得。这次我一个人，地点你定。你爸的遗物还在别墅，我走的时候带出了2件。如果你不来接我，我现在就把它们毁了。你猜我信不信？这其实是我妈的遗物，不要紧，再忍忍。该拿回来的东西，我一定会一样一样的让赵雨辰和高雨林拿出来。别生气了。怎么还带了人过来？你不是说一个人来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我对你再小心不过了，毕竟啊，你有前科。拿来。我要的东西。我说你现在也跟别的男人搅和到了一起，干嘛不早点和雨辰离婚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恶心？我已经提出离婚了，现在是他硬拖着不答应，好吗？你少胡说，明明是你舍不得林家的财产，所以才不肯离婚的。你们也知道是我们林家的财产，我以为你们当强盗当久了，把抢来的东西都当成自己。林和芷，你别想套我的话，遗书是你爸爸留的，财产也是他自愿给的。雨辰1没偷2没抢，你凭什么污蔑他？林和芷，你发什么疯？你们这对狗男女！高永年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要赵雨辰的狗命。
你要靠赵伟成续你。你这么愿意当他的舔狗，他心疼过你吗？在乎过你？他会娶你。这么晚，高浩给你打什么电话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有什么事吧。喂，你好，林小姐，赵雨辰想要跟你一起参加晚宴，已经把他出轨的事压下来了。没事儿，有人比我更着急。10岁，你还生我气呢？哎，你生什么气嘛？你赶快和赵雨辰离婚，听见没有？哦，少爷，年3副的祭祀用品已经准备好了。祭祀？哦，过2天林伯伯忌日。林和芷，你把这个野男人带到爸的面前，你是想让爸死不瞑目吗？和芷，你一个女人怎么能出轨呢？啊，竟然哟，10岁呀！你什么时候回国的呀？不是，你认识这个小白脸？哎呀，赵总，10岁一直寄养在林家，他是和芷的哥哥，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。你，我发现林和芷其实暗恋着一个人，高高瘦瘦的，这么一说，温和斯文。把你的脾气收一收，多学学别人斯文的样。好，我是这小子的替身，如今的身份权势，他哪里比得上我？10岁，要么你回嘉林吧。赵叔叔，我今天是陪和芷来给林伯伯上香的。啊，和芷呀，玉成说你身体不舒服，不来祭拜了。那你既然来了，就和玉成一起嘛，夫妻嘛，床头吵架床尾和嘛。是啊，和芷，你爸已经去世了，你也应该懂点事了。以后别总这么任性，让大伙操心吧。你们知道，林伯伯把所有财产都给了赵雨成。你们知道，和芷被赶出林氏别墅，我可没有。你们知道和芷在哪里复诊吗？你们知道他最近住在哪里吗？啊！你说，你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就以长辈的姿态来指责和芷啊！你配吗？10岁，你怎么和我们长辈说话的？好了好了，今天是老林的忌日，大家都在这闹什么？和芷，雨辰在家里摆了饭，待会儿我们回去一起吃哦。好。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不想打扰爸。林伯伯要是知道他们欺负你，一定第一时间上去教训他。是啊，早知道我跟爸告状，让我爸吓他。别这样笑。不是跟你说了，不让你来这里。我不是
想你了吗？打你电话你不接，你又不让我去公司找你。我跟你说了，我很忙的，你先回去。回。这女人是谁啊？这怎么和雨城拉拉扯扯的？赵叔叔，你在照片里见过的，别忘了。哦，雨城，哎，怎么带外面这不入流的女人闹家里？怪不得何止要生气。给我回去！凭什么？林浩哲的前任不是也在吗？雨城，你可是嘉联集团的董事长，你怎么能被这对狗男女好几个老头子骑在头上？你简直是泼妇！你不是被赶出别墅了吗？怎么又巴巴的带个小白脸回来？我这个人很记仇的，今天我倒是要看看，到底是你滚，还是我滚。来人！等等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可以留你在家里当佣人。我要他跪着爬出去。林何止！他羞辱我和10岁，又动手打了赵叔叔，就不应该受到的惩罚。何止说的对。雨城，何志，听说公司和千城的项目合作卡在你手里了，你李伯伯都因为这个住院了呀。孙总，吃东西的时候就不要讲这些不开心的。嘉玲可是你爸的心血呀。女人呀，做事就容易冲动。你和雨城闹不愉快，怎么能公私不分呢？啊？难道现在不是你们利用感情来请我签项目的？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谁让我不痛快，我就让谁。喝点水。东西越来越难吃，我们走吧。离婚起诉书已经在路上，你收到了，我们再聊。林何止！先抛开我和高幼霖的事不可，你扪心自问，是不是有了这个男人，你才逼我离婚的？虽然说家属不可外扬，但这2个人早有一腿，几次3番的在我面前眉来眼去，逼迫我，甚至你白得了林家财产，有什么好惨？尽快离婚吧。你不疼何止？我来疼。你我看何止是铁了心的要离婚，这是在报复雨城啊。那项目怎么办？别急，我认识千城集团的秘书长林何止，不就是搭上高贺才敢如此嚣张的？等我在高贺面前戳破他与沈10岁的关系，我看高贺还理不理他这个破鞋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是不是很蠢？看上一个这样的人，最后搞到离婚。我爸的遗产是指定给他的，不算夫妻共同财产。离婚后，我也拿不回来。你说我蠢？小人难防，别人费尽心思来害你，不要责怪自己。我们走吧。啊，辛苦了一周，
终于把入驻恒生广场的几个重要品牌谈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帮我处理个大麻烦。少爷，吃点水果。光用嘴谢啊，怎么也应该请我吃个饭吧？家里的饭菜不好吃吗？林小姐，今早的海鲜粥，海鲜是早上空运过来的，文火熬制了3个小时，配料是厨师长老陈的独门秘方。陈叔天天给我食补，我偶尔也想吃下外面的垃圾啊。这干嘛啊？段叔还在。段叔知道什么该砍，什么不该砍。喂，高克。是沈总，我已提前订好明天晚上7点金山餐厅的位置。好，沈总，千城集团的负责人，高秘书。高秘书长，我是嘉林集团的赵雨成啊。上次宴会我们2个有过一面之缘，你应该是忘了。高秘书长，我感觉你应该是被林和芷表面倾城的模样给骗了。其实啊，他私底下玩的花的很，跟好多男人都有关系啊。这是林和芷私底下养的小白脸。你有病吧？高秘书长，找死别拉上我啊！不是。先生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千城集团的沈总是不是预约了7点半的包厢？我是他的朋友，他在哪儿？你带我过去打声招呼。您这边请。好。先生就是这里，您先便，我先去忙了。好嘞，谢谢。既然高克和林和芷狼狈为奸，那我就亲自去找千城集团的总裁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哟，林和芷，你还真是贱的，勾搭上了高贺还不够，还想勾搭千城集团的总裁是吧？对我说中了啊！以前我碰你一下，你是这不行那不行，这对别的男人挺使劲吗？哎呦我操！谁？打谁呢？来人呐！来人！沈总，您没事吧？沈总，这小白脸是，他不会是这个贱人跟别人合起伙来骗我吧？你还没认清现实吗？现实就是，自从你接手了嘉林，嘉林变得越来越烂，10岁比你强，比你帅，比你好1万倍。郑先生，你冷静点。你们3个是一伙的吗？怎么回事？看来他是来找千城总裁你的。你好，这个人干扰我们吃饭，麻烦处理一下。好的。沈总，听说您这边出了点意外，十分抱歉，是我们监管不力，快把人给我赶出去。不用了。为表歉意，餐厅送沈总1瓶酒，请2位慢用。走吧。豪气，本来今天心情还挺不错的呢。你少喝点，你就1杯的量。谁说的？酒量好着呢。
干杯！干杯！继续喝。那行。哎，你轻点儿。算你了，瞎花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修的不比他好看很多了。你要我的，别要他的。这么漂亮的大美女在你身边，人看不见，你别喜欢她。哎，18岁就敢喝多，你呀就是欠收拾。10岁。10岁。我喜欢你。想跟你一起聊到天亮，数着星空，温热的胸口。10岁了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出国？我和何止都希望你能出去看看。10岁。你困了就在车上休息，我来开车。我不困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之前跟我说的是真的吗？就是你说你喜欢我很多年了，你会一直疼我。我喜欢你。等待，是离不开大海，给我多点时间，让我在你的身边。我喜欢你。我昨天向10岁告白了。雷小姐，你睡醒了？段叔，早。10岁呢？少爷一大早出门上班了。幸好。雷小姐，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，只是咱们2个年龄相差太大了，的确不合适。啊？昨天晚上你回来跟我说你喜欢我。段叔，我昨天喝多了，没干什么奇怪的事吧？不止，你回来以后抱着门口的柱子说你喜欢他，还把咱今早要炖的鸡给放了，说喜欢他就要给他自由。段叔，不过你放心，老陈已经花了一上午时间把鸡给抓回来了，咱中午就能喝鸡汤。段叔，你让我一个人静静。我怎么办？那个，你应该也知道我是喝多了吧？段叔说我到处表白，跟柱子和鸡也表白，所以我说我喜欢你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昨天晚上你都对我表白19次了，还说是误会夜空
缓缓地被点亮，光晕落在走过晚风，推开不自没关系，张，没关系。为你偷偷地酝酿。我们两家公司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啊，下个季度的。喂，喂，喂，你还没认清现实吗？现实就是，自从你接手了嘉林，嘉林变得越来越烂，10岁比你强，比你帅，比你好1万倍。赵导，有您的快递。你好，哪位？林可芷，你来一趟嘉林公司，我跟你谈离婚。滚！滚！雨辰，你终于主动找我了。琳琳，你也知道，最近公司的事情忙得我焦头烂额的。林和芷醒了之后，他成天给我找事儿。雨辰，你快点和他离婚了，也不见心不烦。他这种烂货有什么好的？他哪有你好呀？只不过我辛苦为了嘉玲付出了3年，林和芷他轻轻松松躺了3年。我现在要是和他离婚的话，还要分走我们的辛苦钱。如果他要是不在的话，我们早就结婚了。雨辰，你听懂了吗？如果他林和芷要是不在的话，赵雨成让我去嘉林，不准去。是谈离婚的事儿，也算是好消息吧。那我先去了。可可，派几个保镖跟着何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机忘拿了。哦，对了，让保镖直接跟着我吧。进来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要跟我来谈离婚吗？是啊，我现在跟你谈啊。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？以你的人品，我带几个保镖不过分吧？你能谈就谈，不谈就算了。哎，我同意离婚，但是我有个前提条件，你得让嘉玲入住恒生广场。赵雨成，我真是高看你。3年前，嘉林还是 S 城的龙头企业，如今竟然要以这种下作的手段来求合作。你不是一直都想离婚吗？啊？哎，我说那件事儿很简单，你在沈10岁身边吹吹耳边风，就这么简单嘛。看来你爬上他的床之后过得挺滋润的，不要做成女配角啊！哎，别生气，只要你让嘉玲跟千晨达成合作，我马上跟你去民政局办理离婚，怎么样？你当我是阿拉丁神灯吧？还是你觉得我好欺负呀？结婚是靠我上位，离婚还想靠我？我告诉你，离婚协议只能按我的条件谈。
他去厕所了，我早就清空了这一层的人，你把握住机会。不是，这是女厕所，你们两个跟过来干嘛？出去，快出去！原来有人啊！你不是很嚣张吗？终于把我收了！你死定了！你想杀我？看到没？那里有监控的。你干嘛？硬碰没的，有什么不敢的？小姐放了我！怎么忽然有一股骚味儿？记住这种感觉，别再惹我！怎么回事？林可子人呢？什么人？幸好伤的不重，林小姐注意伤口不要碰到水，每日按时服药，1周后来复诊。谢谢护士。10岁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肯定不离开保镖的视线之外了。怎么，你还敢有下次？哪里痛？是不是哪里又受伤了？10岁，我当时好想你在。陈总，您要的收。你们忙，你们忙。那个，我饿了。好。不期而遇，是你给我的快乐。我自己来。你手受伤了？还有这只。无所畏惧，让所有思绪散去。我们的故事还未完待续，距离逐渐。陈总，怎么了？这几个保镖看着有点面生。哦，那些保镖该我再处理。喂，你怎么随便开人啊？你懂不懂劳动法？而且他们也是听我的命令走。那我就不开了，让高贺把他们发配到金三角，好吧？这不是为调岗吗？你没有仲裁过吗？你就没有被帮过？你笑什么呀？看来最近在公司学到不少。之前不谙世事的大小姐，现在也懂这么点。好吧。少爷，雷小姐，听说你受伤了，疼不疼？没事了，再说。好，请。刚才老爷打电话找你。我知道。
你来干什么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是要洗头吗？啊，要洗澡吗？我自己来。别逞强了，医生说你右手受伤不能沾水，你想让谁帮你洗？断叔吗？而且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洗澡。4岁的时候和现在能一样吗？那你必须闭着眼睛。林小姐，高贺说了，上次是您在沈总面前护住我们兄弟族群。林小姐，以后有事您尽管吩咐。不用客气。刚从医院出来，医生帮我拆纱布。终于熬过1周了，再也不想让那个混蛋帮我洗澡了。这2人明显关系不一般，亏高幽灵对他掏心掏肺的，恐怕还被蒙在鼓里吧。把车开过去。哟，赵董，好巧啊！这是你的新情人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医院，这不还要仰仗你和高有林吗？这又忙工作，又要照顾新情人，晚上回家还要和高有林谈谈心。赵董，你这时间管理学的是真好。我和梦雅的事不需要你多说，她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。在眼下这种离婚的节骨眼上，主动承认这女人与众不同，可不是郑雨辰的处事风格。是这女人太有本事，还是身份不一般？雨辰，这个女人是谁呀？她说话怎么那么讨厌？你说我才讨厌。她就是个无关紧要的女人，你不用在意啊。这位小姐，你在给别人当小三之前，不打听打听他的妻子是谁吗？虽然这个婚我很想离，但你也不能把我当不存在吧？你就是雨辰那个婚内出轨的前妻啊！我是徐梦雅。婚内出轨的人是谁呀？徐小姐，你没有看最新的八卦吗？没有呢，人家刚刚回国，很忙的。那麻烦这位小姐还是宝宝，你去停车场等我，我跟他说几句话就来啊，乖。赵雨辰，你不会以为你的谎话不会被揭穿吧？你难道不知道恋爱中的女人是没有智商的吗？她自己不愿意相信，谁也叫不醒。这一点你最清楚。你要是识相点的话，至少在她面前做那些多余的事，否则沈10岁也保不住。他是谁？告诉你也无所谓。她刚从帝国回来，她是博彩业大亨沈宏博最疼爱的女人。沈宏博的女儿姓徐，私生女啊。出生决定不了一切，不是吗？也是，就像你，一副禽兽的身躯，却活得人模狗样。既然你已经找到了另一半，那就赶快离婚吧，要不然我就要去找这位徐小姐，好好聊一聊。你敢？走。走。你今天回来这么早？你今天碰见赵雨辰了？保镖跟你说的。少爷，我已经接触到目标，这鱼也太好上钩了，比我以前的卧底任务可容易多了。这次你全当休假，任务完成之后奖金翻倍。谢谢少爷。对
今天我跟目标碰到你的白月光了。我还碰见赵雨辰是不是又恶心你了？用不用我亲手断掉他的业内合作？算了，反正我有办法跟他离婚。我要去换家居服了，我自己能想，不用你帮忙。原话想我。你今晚又来迟了。这又忙工作，又要照顾新情人，晚上回家还要和高有林谈谈心。赵董，你这时间管理学的是真好。林和芷这个贱人，他知道我太多的事了，不能随便扔掉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最近很忙。雨成，你每天晚上都要来我这儿，半夜还要回去，要不直接让我住你别墅得了。现在不行，要是被别人拍到你进出别墅的照片，我们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现在肯定不行，肯定得等我跟林和子离婚之后。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每次都是让我等等等，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肯定不行。我每天都忙得要死，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。喂，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，你不要多想了。先回去了啊。让我也听听。林和芷，你跟哪个男人在一起？哦，那个小白脸还没玩腻你呢，大晚上的跟野男人勾勾搭搭，就你这骚样，活该去死！和芷，我错了，刚才是我嘴巴贱啊，没控制住。照片里那个女人是谁？帝国回来的千金大小姐，她的父亲是博彩业大佬沈洪博，不过她本人倒姓徐。私生女啊？是不是私生女？沈洪博的女儿，你高有林啊，拍马屁都赶不上。我比不上，难道你就能比？我为什么要跟他比？赵雨成那种垃圾，你们稀罕是你们的事儿，我又没有拾荒的时候。你何止？不过你为了赵雨成，把良心都掏出来喂了狗，人家二话不说就把你踹了。当初是我，现在是徐梦雅。你说你在他眼里就是个一文不值的备胎啊？快点呀，宝宝好冷。宝宝，你冷啊？那我抱抱宝宝。不要，你这个坏人！人家都往别墅里寄信骂我是小三了，那信上还有血染的刀呢，宝宝好怕。谁？林和芷吗？不，这不是他的性感，难道是？你什么时候离婚呀？宝宝才不要跟你做地下情人呢，我爸也不会同意的。你爸知道我们的事了？要是被沈洪博知道我在已婚的状态下勾搭了他的闺女，到时候别说没好处了，不结仇才怪呢。我爸他很关心宝宝，宝宝就把我们的事告诉他了。不过没有说你的名字，也没说你已婚。宝宝，我是真的爱你啊！我会尽快离婚的，你再等等我。啊！我要吐了。怎么了，林小姐？好久不见。
那个人进试衣间半个多小时了吧？那对情侣会不会在里面搞些不可描述的事情？那用得着半小时？几分钟就结束了？你怎么还裸露？我们店可不想以什么试衣间不假视频出名。我来帮你。这位小姐，你衣服试好了没有？这要是想玩啊，回家到床上去玩，别占用公共资源了。雨辰，你快点嘛，这外面都在催宝宝了。好好好。银河齿，我说谁这么没素质？难怪。你是不是嫉妒我和雨辰的感情啊？都跟踪我们到店里来了。对了，这2天往家里寄信的人是不是你干的？对，我嫉妒你比朱纯，行。雨辰，你看他故意气宝宝，他还挑了跟宝宝一样的裙子呢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件衣服我不要了，麻烦帮我放回去吧。被人家戳穿还装得这么神气，雨辰，他这是不是叫做欲盖弥彰？明明都要和你离婚了，还惦记着你，还学人家的穿衣风格呢。放心，我心中是有你啊，宝宝。听见了吗？感情啊，你是想说感情里不分先来后到是不是？对呀。不被爱的才是小三是不是？许小姐，你是听小三泪长大的呀，这么会给自己洗脑。他那么爱你，为什么还让你当小三儿啊？哼，他是不是跟你说让你再等等？那你知不知道高有林？林和芷，雨辰，他骂人家是小三，他就是故意要气宝宝的，宝宝被气得胸口痛。哎呀，宝宝，不气，我会心疼的啊！林和芷，你不要再缠着我了，我们明天就去离婚。那我还要谢谢你呢，但我给你个忠告，别和赵雨成在一起。雨辰，你看他，还跟梦魇胡说八道是吧？陈总，你来陪何芷逛街是吧？刚刚是他不小心摔倒，我刚想去扶他。赵董眼瞎心盲，可我不眼瞎。这都是误会嘛。宝宝，你刚刚也看到了，是他自己摔倒的，对不对？颠倒黑白，倒打一耙，真是你一贯的作风。林小姐，这裙子你要试试吗？好，谢谢。沈总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，走。你别这样！哎，那个，我衣服拉链卡住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弄？那我来帮你。我真是衣服有点卡住。他那件就算在我这儿。不用了，我来付。沈总，作为刚才的赔礼，我请2位吃个便饭吧。好啊。你为什么答应他？那个女人虽然蠢，但也不至于罪大恶极。我还是不希望她被骗，嫁给赵雨成那个畜生。这就是我认识的大小姐。听说你是林家童养夫是吧？学习那么好有什么用？还是入赘？这你就错了呀！他抱上你血脂，少走20年弯路了呀。不过他学习那么差，你有好好辅导过他吗？不会辅导到床上去了吧？我说的都是事实啊！大家都知道你们有一腿。你们还在呀？怎么？那你之前就只有情深爱吗？你们7斤半的脑子，其实都是哦，秦哥哥呀！走。石帅，
他们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。哦，对了，你想报哪个大学？你考到哪里，我就去哪儿上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徐梦雅今天有点不一样？她和赵雨成没有那么腻歪。你是不是不开心了？雨成，宝宝不想吃了，宝宝想去化妆间补个妆。好，那你快去快回。你要是不回来了，我会想宝宝的。好。当我没说。你在哪？我看到你跟赵雨辰跟那个狐狸精一起进了餐厅，你们人呢？徐梦雅说跟踪的事儿，看来是真的，是高耀林，不敢找赵雨成麻烦，倒是总对女人动手。10岁，我去个厕所。好。沈总，我们俩还真是不打不相识，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分。一个即将是何止的前夫，一个将是他未来的……哼，赵董还真是脸皮厚的，竟然这样攀关系。以前嘛是我有眼无珠，那我罚酒一杯啊，我干，你随意啊。沈总，等我跟何止离婚了，我就完璧归赵，怎么样？我不在乎。哎，沈总，大家都是男人嘛，你懂的。你不行啊！才不是呢，还不是林和止那个贱。嘿嘿，是林和止，他有病。我每次跟他那个去，他都疯狂的打我。否则，高佑林长得没有他好看，又没有他有钱，我怎么可能跟他搞在一起？所以嘛，沈总，你有福了，林和止还是个处女。你用它，你用它，没关系。你想干什么？徐小姐，看到我你也应该知道，赵雨成看上你的只有家世和钱。虽然你有一个很厉害的爸爸，不一定会被夺家产，但是我不相信，雨成他是真心爱我的。林和止，你顺便谈我们之间的关系啊！雨成，雨成，你受伤了！雨成，你流血了，痛不痛呀？宝宝给你爱的呼呼。宝宝，没事，你别难过啊。宝宝，我先回公司跟律师商量离婚的事，你乖乖回去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人家在家里等你哦。好，乖。拜拜。看了这么多次，我还是不能跟自己和解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。你中邪了！哎，快这样！高二林在跟踪徐梦雅，那个女人发起疯来，不一定能做出什么事儿来。咱们去看看。好，走。哎呀，你这人好可怕呀！竟然从背后偷袭人家，人家差点就被你打死了！你这个狐狸精，你这个贱人！雨辰肯定不知道你的真面目，我要出征你！你这人说话好脏呀！
林和志，你给我出来！我们去吗？反正我也只是来看徐梦雅有没有事儿。毕竟当初是我怂恿高有林对付他的，没事就好。至于高有林，一点都同情不了。林和志，你就赶紧让这个狐狸精霸占你爸的房子吧！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！虽然明天我就离婚了，但这小三大战小四的戏啊，还真是精彩。估计用不了多久，赵雨成就会跟徐梦雅结婚。你还可以像以前一样，先跟她做闺蜜，然后再撮合她。之后呢，可以继续跟赵雨成偷腥。何止，我们现在有共同的敌人，可以联手把这个狐狸精赶出去。到时候我跟雨辰结婚，我就把别墅给你。你说了算吗？不算。雨辰，他们都欺负宝宝。没事，别怕，我在啊。雨辰从来都没有对我这么温柔过。你为了赵雨成，把良心都掏出来喂了狗，人家二话不说就把给你踹了。当初是我，现在是徐梦雅。你说你在他眼里就是个一文不值的备胎啊？你这么愿意当他的舔狗，他心疼过你吗？在乎过你吗？他会娶你。雨辰，我受伤了。赵幼林，我之前照顾你是看在林和芷的面子上，现在我跟他要离婚了，我希望你不要再打扰我正常的生活。你可千万别看在我面子。赵雨成，给我去死！好吧，没事的，别怕啊。赵有林疯了，来人，把他给我送进精神病医院。不好意思，带走。没关系，死了也好，反正也没人看见。都过去了，咱们走吧。嗯。赵董，本来家里连年亏损，资金不足，这个时候你和林和芷离婚？赵总，你别着急嘛，我已经跟法务部研究过了。来，你看一下这家公司。世嘉科技，没错。这家分公司挂着研制什么新型产品的名头，唉，这么多年毫无成果，不如趁今天这个机会，把这个烂公司分给林和芷，怎么样？不过他会同意吗？他懂个屁啊！哎呀，说起来，这个林和芷确实不懂事，为一点小事儿闹到这种地步。一边气。你叫我什么？啊，林小姐，林小姐。哟，哎呀，何芷来了。那你们谈，我们就先忙去了啊，忙去啊。谢谢啊。何芷，来，你。何芷，来，你有必要装模作样？
如果赵董要以分公司来抵一部分资金的话，按照这些年世嘉科技的财报是远远不够的。瞧你说的，这家公司可是我们嘉林最具有潜力的公司。嘉林现在的产业都比较太传统了。世嘉这个公司是当年岳父为了进军新型产业创办的公司，要不是为了何止，我怎么可能割爱？可是，好，这个公司我要了。废物！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我要你80%的资金。李小姐，这赵董婚后财产的80%的收益才200万。200万？我们结婚3年多，怎么可能才200万？怎么样？你要是愿意签呢，你就签；你要是不愿意签字呀，那我就陪你走一趟法律程序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来。慢走，不送。现在你也就当主任了，我们好聚好散。以后啊，别有事没事跳出来。要好散的前提，也得是我们好聚的。赵雨成，这才哪到哪儿啊？雨成，宝宝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来庆祝你脱离苦海呀！这个坏女人终于不会再缠着你了。徐小姐，你要是长脑子了，我就请你好好想一想，什么人该信，什么人不该信，别到时候被渣男骗婚，被骗走财产，又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，那时候会闭嘴，可是来不及。林和芷，你怪我恨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跟孟婉结婚，成为一家人。你为什么还要挑拨离间？可是人家不想跟你结婚呢，人家不想跟你结婚呢。宝宝，你说什么呢？人家只想谈恋爱，不想结婚呢。难道你舍得让我变成黄脸婆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催我离婚呢？你凶宝宝，人家都说了不能做地下情人的，你竟然忘了，还凶宝宝。我没有。哎，你听我解释，都怪你啊！林小姐，孙子上等你。你今天没去公司？哎，沈总，你好。好，沈总，我跟何芷现在已经离婚了，把她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开车。哎，沈总，沈总，他有病吧？跟你套什么近乎？还说什么把我交给你？他不配。对了，我听律师说你收购了世嘉科技。我之前就听林伯伯说过，世嘉科技可是很有希望的项目。你也认为世嘉大有可为？赵又成抠抠搜搜挑了半天，没想到包了个金鸡蛋给我。他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要气吐血。只可惜嘉林和别墅还在他手里，都怪我蠢，被他给骗了。10岁，你不要骗我。你有事瞒我？10岁？沈洪博是我的亲生父亲。啊？那个沈洪博，帝国的老牌世家五彩业大亨？对。我本来还担心徐梦雅和金木头，没想到徐梦雅是你妹妹。原来我不是10岁唯一照顾的妹妹啊！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难过？
现在不用担心赵雨成找沈洪波针对我们，应该高兴啊。难道我对10岁？何止？怪不得徐梦雅每次见到你都老老实实的。她不是我的妹妹，她是我爸爸的手下。她最近正好来 S 城度假，我请她帮个忙。就是那种美女荷官在家发牌那种。哎，你想什么呢？所以徐梦雅是故意扮出那种蠢样，勾引赵雨成，逼他离婚的。我不想让别人误会咱们，以免日后他们多言。都怪你，让我担惊受怕。啊，怪我。少爷，梅小姐，恭喜你！谢谢大叔。为了庆祝你离婚，我和老陈精心准备了大餐，请少爷请。少爷，梅小姐，既然庆祝我离婚的话，不应该喝点酒吗？你忘了你上次喝醉的样子了吗？就一点点，一点点。要不我喝橙汁，你喝酒也行。梅小姐说的对，好日子配好酒，小酌一杯也无妨。段叔，你去酒窖拿1瓶酒上来。好的，少爷。来，我给你倒上。不赖。哦。干杯！干杯！我再给你倒上。干！他酒量这么好吗？一瓶喝完了都没醉，那我要灌到什么时候啊？橙汁都快喝饱了。13，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明知道他把我当妹妹，我还厚着脸皮。你知道吗？我出院看过爸爸以后，我都想跟赵雨成同归于尽了，但是你出现了。梅小姐，吃点水果。段叔，我喜欢你。段叔，他喝多了，我送他回房间。Down, dow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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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oo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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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wn, down, down. 完了，橙汁喝多了，好想上厕所。哦，这么快这就醒了？我想上厕所。好，晚安。段叔早。啊，雷小姐，雷小姐早。雷小姐，我这年龄大了。啊，段叔，我昨天喝多了，我对您只有驾驶权。好。10岁在吗？少爷上班了。那个段叔，你帮我跟他说一声，我去世嘉科技看一看。好。喂。
喂，你谁呀？不要随便进来。你们公司对着装没有要求的吗？我穿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一见能人在这逼逼赖赖，你管得真宽。把你们负责人叫下来。你谁呀？没记错的话，世嘉科技的执行总裁应该是我爸身边的老人啊，怎么才3年功夫就把公司管理成这样？我们老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，赶紧滚，不然我叫保安了。什么事儿？怎么这么吵？刘哥，进来。你干什么？刚才我快报警了。跟你好好讲话你不听，那我就要换个方式跟你讲道理。把你们负责人叫下来。连小姐，你认识我？陈总还说林和子就是个废物，一个把自家公司都能管理的人，会有什么本事？要拍一个巷口里看看，谁才是世家的主？现在看来，他可不好糊弄啊！搞不好我要因为得罪大老板被开。是，公司早就通知了。你们早就下了通知，就是这么接待我的。刘哥，这是……闭嘴！好好说话，别动不动。你竟然因为这个女人敢打我，你是不是看她有钱有势？不就是有几个保镖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小事儿。真新鲜！我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子说出形象。你别开除我！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你凭什么开除我啊？领导，您过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啊？大厅有监控吗？有。调监控，我要追究他泄职的责任。好。你是谁？我是世嘉科技的负责人陈和民。世嘉的负责人不是王厂王总吗？王总3年前因为身体不舒服，所以离职了。林总，要不我带您去总裁办公室喝杯咖啡吧？不用，我要去看看员工的工作情况。3带2。林总，我们公司一直尊崇的是狼性文化，所以说大家的工作都特别的积极。原来你们的狼性都体现在这儿了。谁呀，在这儿多嘴？陈总。陈总，难怪赵伟成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世嘉对嘉林的重要性。就这样一个公司，但凡是个有脑子正常的，都不会觉得有分量。麻烦陈总把公司高管叫到办公室，半个小时没到，以后也不用来。已经过去半小时了，一个人都没来。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，何况林董您初来乍到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恐怕不合适吧？你是在威胁我？留2个人在这儿，其他人去通知各部门的管理。既然我使唤不动陈总，那我们只能自己来。林和志，你……喂，十岁，我在世家门口。你怎么来了？有点事，我上来找你。好。刚刚赢了不少钱吧？林董，我们也就是今天玩玩，毕竟公司没什么事可做，大家放松放松。你们是每天都在玩吧？你们是研发部，是公司的核心，公司给你发工资，是你来玩的吗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公司没业务，也要怪到我们头上？那就要问问市场，公司为什么？林董啊，
公司又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，要谈单子也不容易啊。感情这是在给我踢皮球呢。行，这位销售部的，你想有什么借口？领导，这公司不像您在家里头过家家，你要闲的实在没事，您可以去买买包包、逛逛街、做做美容，不要来公司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来教教他怎么做人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是什么人？把我们陈总抓出去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啊？沈总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警方马上就到。什么警方？就算我们平时没做事，也犯不着报警抓人吧？这怎么回事？初步鉴定，他们设计的钓鱼软件，还以为是在这群员工只是会吃一次，这些人竟然是在做网络诈骗。赵一成真是给我挑了个好。你胡说！我告你诽谤！我干了，现在就辞职。他要跑？放心吧，他跑不掉的。是你是故意拖延时间的。如果今天10岁没来会怎么样？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我把混吃等死的员工开除，自以为顺利的从头再来。可假如以后事发……谢谢你啊！如果你今天没来，可能过段时间你就要去牢里头了。你手怎么这么冷？其实那个林和志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连你爸的公司都看，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世家还给你。做人还是要点脸的。如果世家没有问题的话，你会把它给我？还是说，从一开始你就知道这个公司有问题？也对，我们结婚3年。你收入的80%才200，因为生活拮据，做点非法的勾当，也说得过。你给我闭嘴！林和志，嘉林集团这次要是有什么损失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这种事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有了世家的前科，赵雨成能保证目前的嘉林没有一点问题吗？其他子公司没有一点问题吗？才3年啊！我看你是气糊涂了吧？从头到尾是我要你死，或者让你生不死。让我死？你到底有没有那个本事啊？你不要以为我傍上你10岁之后，连天高地厚你都忘了。高林给了我点东西，赵董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亲自去问。赵先生，这位病人具有很强的攻击性，请您务必小心。开门吧，我会注意。菲林，菲林，我还是迫不得已。当时那个情况，我还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，我还是忍痛让你先离开的。但是我最爱的女人一直都是你。真的？当然。对了，林和芷那个贱人说你给了他什么东西？之前的扳指和仕女图是我偷偷拿的，难道被他知道了？没有啊。他在说谎，难道真的有什么把柄被他拿给林和芷？雨辰，你接我出去，我不要一直待在这儿，我真的会疯了。雨辰，变成疯子。
一个疯子说的话不会有人相信。如果高耀明他真的疯了，这个渣男！少夫人，这赵雨成前脚刚把人送进精神病院，怎么突然又对高幼霖一往深情了？少夫人，她现在还不是我的妻子。什么现在还不是？他在乱说什么？等以后再改成。没想到还能看到少爷吃瘪，少爷说回国就回国，大老板气得跳脚都没用，最后还得附送下属照顾儿子的衣食住行。可就这么横的一个人，竟然被人又捶又打，还没点脾气。对了，我跟赵雨成说，我已经拿到高幼霖给的把柄了。他们狼狈为奸这么久，他肯定着急。所以他骗高幼霖说是他最爱的女人，这种屁话他也能信？他不一定相信，但这沉没成本太大了，他现在只能靠赵雨成。现在去找赵雨成，你知道该怎么办？是。什么怎么办？你又瞒着我什么事儿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让徐梦雅接近赵雨成，让你们早点离婚？因为我想早点去梦。说什么？赵雨成。梦雅，你怎么来了？人家不该来吗？对，人家不该来，人家最不该相信的就是你和他没有瓜葛。宝宝，我只是出于朋友的立场才过来看看他的呀。什么朋友会抱在一起？你当宝宝是傻还是瞎？赵雨成，你又因为这个贱人抛弃我，你刚刚还说最爱的人是我。好啊，原来你根本就不爱宝宝，那我们分手好了。宝宝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忘了这是哪儿了？你怎么能因为一个疯子说的话而误解我呢？宝宝，我最爱的人一直都是你啊，谁都不能替代你在我心里面的地位啊！宝宝，相信我啊！这个女人就是没脑子，发起狠来更是不管不顾。如果真让她在这儿跟我没了心，今天这一趟可就白来了。姓徐的贱人，你应该早在门口，一定看到他抱我了吧？沈洪波的女儿自甘下贱当第三者，他妈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情妇，你也学她的模样。宝宝也呼吸不过来了，宝宝不会给别人做地下情人。宝宝，你听我说呀，宝宝，你听我说，宝宝，你怎么回事？哟，还空着呢。我以为像你这种贱人不会哭。你这个贱人，特意跑这儿来幸灾乐祸的。我没那么闲，刚刚的事我看见了。怎么样？是跟我谈谈，还是想把自己关在这里一辈子？姓徐的那个贱人是你找来的，你想跟我谈什么？谈谈当年你是怎么推我下楼的？赵雨成又是怎么害死我爸的？是怎么改遗嘱的？只要你老老实实交代，想从这里出去也不是不行。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一时冲动，不怪我了。到现在你还想替他顶罪？怎么？杀人、煮饭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你知道吧？但如果你是被教唆的，那结果可就不一样。
放我出去！又蠢又读书的就是你。我给你点时间考虑，如果你还想完美脱身的话，就等着他们家大药剂，把你变成真的。只要逃出了这个鬼地方，离合之能拿什么威胁我？更何况我手里的东西足够让你过河这家的出水回头。我打定回头，赵雨辰还老老实实供着我。哎，你知道赵雨辰最大错误是什么吗？他就不应该找高有林那个蠢货当队友。之前连只仓都费不进去的病房，现在管得这么松懈，他竟一点都不怀疑。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我了解他，他不见棺材不落泪的，一定还会再去找赵雨辰的。我都离婚了，你为什么还让徐梦雅跟他演戏啊？你不是觉得赵雨辰害了林伯伯？啊，所以你让他继续卧底调查线索。哎，少爷和林小姐一起回来了。今天中午少爷回来，听到林小姐去了世家。段叔，少爷，我去看看晚饭好了没有。中午怎么了？段叔，何止还在房间吗？昨晚他丢脸大，估计还躲在被窝里装脱呢。少爷，林小姐一大早去世家科技了。世家？她不会有危险吧？高克，立刻带人去世家。啊，没什么。中午我去找你吃午饭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我来换衣服。我也来换衣服。哦。同在一个屋檐下，多了两树叶，不过是我。不如我直接找他说清楚。你没事吧？何止？我不是故意偷亲你。啊？那你还我一个。啊？衣帽间那壁画是怎么回事？那个房间是女主人的房间。记得好像在哪本杂志上看过，欧洲贵族夫妻不同房，所以会在两间卧室之间装上一道暗门，将两个房间连通。我睡的是女主人房，所以早在刚搬来的时候，10岁就还这么有点隐私了。那岂不是你想来我的房间就来我的房间，我想来你的房间就来你的房间了？那你想让我怎么办？放姐！少爷，菜凉了。少爷，你知道林小姐在房间吗？我刚才敲门没人应。哦，她可能在房间里，等下我们就去吃饭。好的，我让老陈把菜热一下。哎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用这个门。赵雨辰，你怎么从精神病院跑出来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你这是打算去见许梦雅那个狐狸精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我高玉林活着的一天，就休想娶她。高有林，
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你原先把我害得不够惨吗？行了，赶紧上车。到底是谁把谁害得比较惨？赵雨辰，我就算是真疯了，那也是你逼我的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只有得到沈宏博的支持，才能跟沈十岁靠拢。可你是怎么做？你把我这么些年的心血全都给毁了！我毁了你底线？要是没有我高幼霖，你现在还不正在哪儿打工受气呢？竟敢说我抗女人发家骗人！真当我是软柿子是吧？来，你想杀我？我告诉你，这录音我有的是。我想怎么办？我想要你跟我结婚，再把家里的股份转一部分给我。要是没有我高幼霖，你当年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算计得了林和池。家里本来就该有我一份。你为何真是不小啊？老子给你1000万，你有多远，我滚多远！林和芷，你不是想要赵雨辰死？我来跟你做个交易。当年，哼，原来你向段叔要免丁交是为了这个？对呀。你没事吧？你别碰，才把你手也给粘住了。你不是想要赵雨辰？我来跟你做个交易。当年，高有霖十有八九在赵雨辰手里，他能把赵雨辰逼急了，那说明他手里一定有威胁到他的证据。10岁，我还是先救你的手吧。高幼霖这几天在城东棚户区躲着，之后又见了赵雨辰。你这几天一直让人跟着高有霖，那他身无分文，就算他躲在那里吃住怎么办？去排查这几天所有跟高幼霖接触的人。我认识高有霖这么多年，除了赵雨辰，他身边没有跟他关系比较近的人。一个能让他信赖的人，这个人跟他的关系一定不生疏。想要拿到证据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真的？徐梦妍。少着，林小姐好。李小姐你好，请坐。高贺已经大致跟我说了情况，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拿到高幼霖手上的东西，但是想找到他的下落不难。你也知道高幼霖失踪的事儿？也不知道呢。赵雨辰今天用了什么办法？竟然连那些保镖都拿开除。林小姐放心，现在警方已经在调查世家以及嘉林集团，赵雨辰不敢硬来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，这些消息还是赵雨辰告诉我的啊。他今天中午找到我说啊，这所有的事情啊都是高幼霖胡编乱造的。他因为愧疚啊已经出国了，我想这些已经足以说明问题。小刚，就是两个漂亮小妞。小姐姐，
不好意思打扰林小姐。站长。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！不好意思，演习惯了。少爷，林小姐，吃饭。林可止，我吃饱了。林小姐，你最近吃的很少，少爷特意吩咐厨房做的都是你爱吃的菜。段叔，我……林小姐，就算你不给少爷面子，也请看在陈师傅辛苦半天的份上，多吃点吧。段叔，你先去吃饭。段叔的话，你倒是听。段叔的醋你吃。我自己吃。你到底有什么心事儿？每次你有心事儿，总是不好好吃饭。我想亲自去城东棚户区看看高尔林是不是留下什么线索了。那个地方鱼龙混杂，人多聚集的，你让保镖去调查就好了。这事关我父亲的车祸，10岁。我陪你去。早知道换一天来了。你看你后脚沾了好多泥。老大，这就那个小妞，没错，我真他妈带贼多保镖，老子狠狠揍你了。他们来这里干啥呀？看他们穿着，也不该来这里找房子吧？一个有钱的小姐，一个小白脸，能干什么？对呀，你应该去酒店呀。说啥玩意儿？管他们呢！今天没带保镖，哼，落到我手里，饶不了他。走。但是那边的方向老是老大小虾呀。我没事儿，你注意看路就行。是这个方向吗？这弯弯绕绕的，我感觉像迷路了。是这里，往前走，第2个路口右转就行。小妞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你吗？呀，臭小子，想英雄救美是吧？赶紧给我滚，否则老子不客气。你想怎么不客气？See you never side。爷爷，爷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啊！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谁是你爷爷？臭不要脸！前面这栋是149号。对啊，这我家，你到我家干啥？那是你的房子。对啊，4天前，是不是有一个穿黑西服、红裙子、头发卷卷的女人来过这里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这哪有女人？哪有女人看上我呀？你再好好想想。我真不知道，前几天我在外面喝酒才回来，我发誓，我真不知道。那你那个小弟他住哪？他还不住我呢，他住那边的桥洞。少爷，赵雨成跟我说忙着去参观工厂，我猜他把高幼林藏在厂区了。把伞打好，别感冒了。疼不疼？我去给你拿小鱼膏。没事儿。少爷，林小姐，你们先喝姜茶，别着凉，我去拿消鱼膏。少爷，赵成宇跟丢了，开车的是他的助理，我们发现不对的时候找不到他了。那边厂区有很多工厂，
一个个排查过去。救命！别给我装！我原是要问你，赵雨辰，你这个畜生！我是功夫听你骂街。说，你给林和芷给了什么东西？还有那个录音的事，还有谁知道？说！现在知道齐了。当初管我的时候，不是很有种吗？这是想让我死，别让我找到机会。求求你放了我，我可以。雨辰，你还敢跟我讨价还价呀？啊！说！林和芷手里有我们东京的照片，我给了他林志轩的遗物去交换。只有遗物？什么时候？就在你和林和芷参加完约会的那天。早就背叛我了，是不是？啊！我没有，我没有。都是这个贱人让我和徐梦远的事一拖再拖。我要是成了沈洪博的女婿，那还要担心家里没调查的事。我希望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。你要是敢说假的，就给我死在这儿！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？救命！救命！闭嘴！事情怎么会到这种地步？明明我计划的好好的，一切怎么完全如非？有人吗？救命啊！陈总，那边好几个工厂都停工了，特别是那个重工业区的，我们搜过了，没找到人，不过找到了这熟悉环境的人。老板好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最近有没有陌生车辆或者陌生人口从这里出入啊？没有，你们也看到了，这边进出的车辆都是要过闸门的，而且还有保安24小时看着呢。那有没有别的侧门？我们都是走正门的，之前倒是有个侧门，不过那边后来开了个化粪池，臭的要死，那个门就关了。那赵雨成会不会从那边走？那边没人去的，那边都是倒闭工厂的废弃仓库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再叫一队人去那边仓库看看。真够臭的，你没闻到吗？闻到了。那你……沈总，前方发现明显车痕，应该就这里。把门打开。好。这应该是高有林的，看来高有林之前肯定会被关在这儿。扔掉。哦。可以了吧？保证干干净净的。是不是赵雨成发现了，把他给带走了？不是，你们看，这个铁链的切口特别的整齐，一看就是被锯子一类的东西切开过的。可见，救高幼林出来的人没有铁链的钥匙。如果是赵雨成做的，肯定不可能留下这么多证据的。别碰我。哦，那会是谁呢？报警吧。中午我来接你回家吃饭。大老板这么闲吗？大早上就想着吃午饭。林和芷，你怎么来了？难道在精神病院没住够吗？要不是你这个贱人告诉赵雨成我给了你东西，我会落到今天这地步。快给我1000万，我就把录音笔给你。什么录音笔？别人念你，你不找念你的人，到我这耍泼。你说谁撒泼？你知道前几天的事儿？你……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昨天我已经找到关你的仓库，顺便呢帮你报了个警。
你现在呀是失踪人口，就以咱们警察的出警效率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被去问话了。已经来了，不用谢我，好好配合调查就行。搞什么这？你是高小姐吗？我没有被囚禁过，真的没有啊！我就是前不久生病了，今天才好点儿。几天前我一直没出门，命都要没了。高有林竟然还主动帮赵雨成掩盖。那你头上伤怎么回事？这是我不小心摔的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确实没有被囚禁过。况且，就算我真的被囚禁了，我自己都不考虑追究了，你们还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喂，10岁，怎么了？高有林来找我了。推掉10点会议，我来找你。不用，你先忙，我下班以后回去跟你说。你现在就说，免得一会儿纠结。高有林跟我要1000万，说是要给我一个录音笔，但是刚刚警察来问他话的时候，他却否认自己被囚禁过。他替赵雨成隐瞒，只能说明一件事情：如果再调查下去，可能会调查到他的身上。赵雨成关他是因为他手里有把柄，但如果这个把柄不单单是赵雨成的，高幼林手里要么有你当年被推下楼的证据，要么林伯伯的死跟他有关系。就算罪魁祸首是赵雨成又怎样？说到底，爸爸之所以会出事，都是因为我识人不清，引狼入室。如果不是我一意孤行，恐怕今天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。或许赵雨成还做了其他的错事。赵雨成这种人，不到迫不得已，他不会把把柄落到别人手里的。高远林拿到的，一定是他也参与的。林小姐，外面来了一群人，自称是陈和民的家属，正闹着要见你。有人来闹事，一定是之前施家的事儿。我先去看看情况。走吧。何止！让开，让我们进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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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！林董，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家老陈吧！我们家老陈他真的是被拖下水的，林董。你看，我儿子今年才8岁，他还这么小，他不能没了爸爸呀！林董，求你了。陈太太，你这身衣服虽然不贵，但你手上那只手表，售价20万起步吧。你脖子上的项链，售价也90万左右呢。你这对耳环是不贵，那也值几10万呢。你说你没了陈和民你活不了，你随随便便卖掉2家，就够你和你儿子衣食无忧了吧？可不管怎么说，我儿子他是无辜的呀，他还这么小，他不能没有爸爸呀。就是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！自从世家被曝光后，和民孩子现在连学校都去不了了，只要一出门就被指指点点的。林董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们家老陈吧，你就当给我和我儿子一条生路，好不好，林董？陈和民是自己犯法进去的，你求我又有什么用？陈和民1个月赚多少钱？你和你儿子又花了多少钱？要我跟你算这笔账吗？你们吃着受害者的肉，喝着受害者的血，你让我给你一条活路，那些被你害死的人呢？你们给过他们活路吗？你们考虑过他们的家人和孩子吗？可我儿子是无辜的呀，林董。宝贝儿子，不哭了，咱们也跪下来，跪下来给林董求求情，林董，我求求你了。宝贝儿子，咱不哭了，咱也跪下来，跪下来给林董求求情。别
别跪，姐姐，别哭了，你干嘛？林童，你太过分了！表面上哄我儿子，背里掐我儿子吗？最毒妇人心啊！和平孩子没有犯法，也没有伤害别人，你为什么要对孩子下黑手？我没有啊！还想狡辩？这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对孩子下黑手？10岁。阿良，大厅里都有监控，到底是谁对孩子动的手脚？谁在这里找事？敢不敢调查清楚？啊！你干嘛？我们只是来讨回公道的。到底是来讨回公道，还是来找事？我们心里都清楚。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要帮了你吧。来人！等等，领导，我那儿之前有老陈给我留下的一本私账，还有世家老员工的资料。只要您答应加下老陈的那些事儿，我就把他们都交给你。领导，陈太太，跟我走吧。跟我走。领导，我对你手里的旧账不感兴趣。你要是真有心的话，就把它交给警方，说不定还能救陈和明一点。那您，我要你手里世家老员工的资料，那都是爸爸用心栽培出来的人才，而且他们手上应该有当年研发资料。世家老员工之前也挺多的，资料也很多，我没想到您会要这个，所以就没带来。领导，要不您看先压新闻，我再给您拿资料。我答应你。好，谢谢领导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谢谢。幸亏你来了，你要是不来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都要哭了。不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而是你不想当着孩子的面拆穿陈太太。哪有一个母亲会拿孩子做气，在孩子面前说谎颠倒是非的？我怀疑啊，应该是有人指使他进去。世家员工大部分都进去了，恨我的也不止1、2个，但是最大的敌人应该始终都是那一个。好了，别多想了，咱们去吃饭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一个计划。啊，这里就我们2个人啊！你懂什么？悄悄话又有仪式感。你老婆挺好看。就算他林和芷大闹世家的丑闻又如何？啊，亲者自清嘛。那帮警察调查了那么多天，不还是什么事都没有？我也听说陈和民的老婆和他的孩子带着一帮亲戚去世家闹。这个和芷还是年轻，不懂得人情世故，不懂得以己起为重，折腾来折腾去，把他老林留下来的名声全给弄臭了。哎，这女人家不懂什么啊！我早就劝说他在家。校长，你的铃声。他是你妈呀，还是不高兴？来的正好，我们都属于长辈，还得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哎，啊，走，赶紧走。你上次说你不想喝茶，那这次就不给你整。陈太太的事儿是你指使的？你有证据吗？你小心我告你诽谤啊！你现在居然能心安理得的跟我讲法律？高幼林这几天没找你吗？高幼林这搅屎棍跑到哪儿去了？
他这话里有话，难道他查到高有林被我囚禁过的事，还是高有林又找他的？嘿，高有林都失踪好几天了，警察来问过我，可惜我不知道呀。那还真是可惜呀。怎么，你今天过来找我，就是来阴阳怪气的？不止呢，我是来告知你一声，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，不管是谁动的手，我第一个怀疑就是10岁第一个报复也是你。你不会以为沈10岁是真的喜欢你吧？啊，也就是玩玩你罢了。等他上了你之后呀，沈10岁，我是。林何止，放开我！林何止，是我高幽灵。什么事儿？健康放开我！我觉得这样说挺好的，就这样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人先走。你找赵雨辰干嘛？要是被他知道我们交易的事，你就永远别想见到我一面。这俩人还真是配一脸啊，跟下水道的老鼠一样。给你1周时间，1周内我要是拿不到1000万，走我就……神。你何止，你这个贱人！放开我！走。你今天钓到高有林了？高有林有赵雨辰的把柄，赵雨辰手里自然有高有林的。他今天知道我去见了赵雨辰，当然担心我和赵雨辰合作，他的1000万就飞了呀。笔记本借我用一下。录音笔的文件已经鉴定出来。放手！我们离婚！离婚！不能离婚！当年的车祸结案是因为刹车失灵导致的意外，车子失控撞向栏杆起火。爸爸的车祸果然是赵雨辰设计的。何止，这段录音被辟过，不能当做证据的。一定是高有林，他为了洗白自己，把自己的那一部分给消掉了。对，还有洗车，他不可能自己去洗车的。一定有第3个人。林小姐，林小姐，大叔，少爷担心你胃口不好，早上让厨房煮了海鲜粥，你先吃早餐吧。好。记得吃早饭。林董啊，我看到啊，世家的热搜撤了。林董您一个女人，比许多男人都要有魄力。我这边啊，老员工资料已经准备好了，您看您是辛苦来家里取一趟，还是我叫人过去拿？林董，现在我家里面就我跟我儿子2个人，孤儿寡母的。再说了，您那些保镖实在是太凶了，我怕吓着我儿子。再说，别人我也不放心啊，只能亲手交到您手上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哎，林小姐，吃了吗？吃饱了。
如果我10分钟之后没出来，你们直接冲进去。是。哎呀，林总来了，快请进。哎，林总，您先坐。您先喝口水，休息休息。您先喝口水，我去给您拿资料吧。你臭小子干什么呢你？我一天不打你，你就上房揭瓦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干什么？我刚才看见妈妈往水壶里加了东西。没有，这个臭小子他胡说八道的，您别介意啊。滚回你自己房间去。陈太太前几天才让你能那么爱护自己的孩子，今天又是另外一副做派。你这样，全家那些亲戚知道了。我劝林总不要多管闲事。滚回你自己房间去。林总，您先坐一会儿，我去书房给您拿资料。你没事吧？姐姐，你快走吧。你要是跟妈妈过得不开心，你就想让你哪个亲戚对你好，我们换一个监护人。姐姐，你快进来！快呀，快把他拉出来！妈的，还不许开蹦子！下来要这么简单的事办不好。别废话！早知道应该听10岁的话。你臭小子，一会儿再跟你算账！别吵！不关我的事儿。林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还没到10分钟呢，幸亏你们来得及时，还是我大意。我们在外面听到摔杯子的声音，怕林小姐遇到危险。那个男人是谁？说。我只问你一次，你如实回答。他是我情人。林东，我是被威胁的，不关我的事儿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林东。是不是赵雨成指使你干？那个人叫唐波明，他说林董您不过是一个无人依傍的孤女，只要拍下您被，然后传到网上，您陷入舆论，就会无暇顾及世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这样老陈就没事了。唐波明是赵雨成的助理，他跟了赵雨成那么久，也许也参与过一些事情。林小姐，报警吗？不能报警，不能报警。先不报了，我身边有很多双眼睛，如果让我再发现你虐待，不会，林总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重新做人。赵董，前台表示确实在公司附近见到过高小姐。走。哎，什么人？你干什么？唐助理，别紧张，有些事儿想请教你。这都9点多了，唐助理工作这么晚，一定替赵成做了不少事儿吧？林小姐，你这么晚找我，什么事儿？2年半前，洗车店，有印象吗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人叫唐波明，他说林董您不过是一个无人依傍的孤女，只要拍下您被……是不是赵雨成指使你？没有，我只是听了赵董的吩咐。陈太太一口咬定的可是你呀！
你猜我把这个录音要是交给警察的话，别，我想起来了，2年半前，赵董让我花钱把一个男人送到叫顺丰的一个洗车店，那个男人好像是赵董情人的堂弟。赵雨成不会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的对话吧？我肯定守口如瓶。他要真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无辜，他早就离开赵雨成。恶人终究有恶报。喂？几点了？还不回家？哦。段叔。哎，林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要不我给你热一下？啊，段叔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外面吃了汉堡。哦。10岁呢？往常这个时间他都在这里看电视的呀。少爷在书房。行，那我去找他。哎，林小姐，少爷以前从不看电视，是自从你来了以后才陪你看电视的。少爷心情不好，你小心点。好。别在门口偷看了，进来吧。别在门口偷看了，进来吧。你忙工作呢？我今天拿到了世家老员工的名单，还有我调查到了我爸爸车祸的线索。你没受伤吧？没。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。今天在陈和平家，幸亏有你的保镖在。所以你就请他们吃了汉堡和薯条。哎，你以后可不能这样冒险了，你身边还有我会担心的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我接到了徐梦雅的电话。啊？徐梦雅说赵雨成经常在同一家洗车店洗车。是不是顺丰洗车店？赵雨成的助理告诉我，他2年半前安排过高雨林的堂弟进入过顺丰洗车店，我们一定去看看有没有一个姓高的员工。不用。啊？我查到了，那个人叫高明，不到1周就被开除了，据说欠了赌债，所以天天有人上门来闹。不过开除之后就没人知道消息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一张书签而已。少爷，林小姐，厨房煮好了夜宵。这不是我之前的半成品十字绣吗？段叔，我们等下就过去啊，你快还给我。哪有拿半成品送人的？那天你不是喝醉了？你轻点儿。那你瞎话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绣的不比他好看很多了。你要我的，别要他的。身边这么一个大美女，你都看不见吗？别喜欢她。18岁就敢喝多，你呀就是欠收拾。10岁。10岁。我喜欢你。何止啊，老师打电话说10岁拒绝了一个出国合作的一个什么名额，你知道吗？啊？
你不是一直很喜欢10岁吗？等我年纪大了，我就把你和嘉林都交给他。你有空帮爸爸劝劝他啊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对他的喜欢是兄妹之间的那种。啊？这个不算，哪有拿半成品送人的？等我修好了再送给你。好。喂，高明，高幼林是不是在你那儿？冰箱里没吃的了，你出去买点。给钱？你就一点都没有吗？赵雨成2年半前给了你100万，你就1分都不剩了。哎呀，姐，那100万而已啊，玩一下就没有了。就知道怼，你能不能争点气？你看看人家赵雨成，现在好歹是公司的大老板了。那不是不要你？你说什么呢？快点给钱！今天我老大不值夜班，我们要早点走。你这个废物！等我拿到联合纸的1000万，我就分你100万。哎，姐，不是说好了55分吗？你要那么多钱干嘛？买不起房，还交不到女朋友，住桥洞底下就谢天谢地了。去！二哥，大哥您回来了，给你专门准备了点骨头汤。哎呀，兄弟，还挺贴心的。这是女人衣服，哪来的？可能是隔壁寡妇家被风吹进来的。寡妇好，饭不着急吃。我先去换衣服去。大哥，喂，高明，高幼林是不是在你那儿？没有，那个姐不是一直跟赵大哥吃香喝辣的吗？怎么了？闹矛盾离家出走了？那没什么，他要是来找你，你给我打个电话。不，你别直接联系我，让他来找我。哎，好。剑，好久不绣了，有点生疏了。别着急，我等你，慢慢来。我等你，慢慢来。他干嘛总说这种让人害羞的话呀？王小姐，王超来。王叔，快请坐。你是老林的女儿吧？王叔，现在我接手世家了，您还愿意回来吗？世家当时的资料都在我那儿，林小姐需要的话就拿走吧。王叔，我问的是您还愿意回来吗？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您就是世家的项目总监。哎，好像钓到鱼了。这是钓鱼界的新手保护，林小姐如果能把这条鱼钓上来，我就给你回世家。一言为定。抓紧哦，别让这条鱼也跑喽。这谁呀？这么负重垃圾！可是警察查出尸体碎块的 DNA 是高幼林。别吓了，现在没事了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好不容易追查到爸爸的线索，高幼林这一死都断了。林和芷，你还真是贱！一个离异的女人，当街跟别的男人搂搂抱抱，怎么？
就这么着急还让别人的床吗？啊？高有林的死是不是跟你有关？你有病啊！高有林跑到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，人我都找不到，我怎么杀他？再说了，他那张嘴巴那么贱，还不知道得罪哪个仇家，被别人给杀了。有病！这高有林一死，就没有人能威胁他。那倒也未必。要是警方能顺着高幼离的死摸到他，宝宝，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甜品。人家今天打电话去你办公室，唐助理说你去警局了。宝宝，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没事，我只是去协助调查而已。再说了，高幼林已经死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找宝宝麻烦了。宝宝，你不要不开心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坏女人不是你替宝宝去教训她的吗？我怎么敢杀人嘛？我要是被警察抓走的话，就再也见不到宝宝了，我会心疼的。不理你了，宝宝要去洗澡澡了。快去！高幼林的死确实跟我有关系，警方也根本没有证据，只有林和芷，他一直有着我，万一以前的事被调查出来。喂，高敏，我这有个事儿。徐木雅来电话了，赵雨成没有杀人的动机，高幼离的死亡时间是昨晚的6点到8点，那时候他在他的房间里。那有没有可能是赵雨成买凶杀人呢？那个第三人呢？何止，咱们要相信警察。我不甘心，明明马上就能抓到他了，10岁，我真的不甘心。别伤到自己，以后再修吧。我的车今天忘加油了，我开你那辆。随便，我最近都开另外一辆，你用呗。你今天也去找王晨。你看着呗，我一定会说服他的。好，那你成功了，我请你吃饭。行。走。林小姐，你放心，今天想钓多少鱼有多少，我们兄弟都在水底下潜伏好了。行，不用那么夸张，2天的事。好。王叔，哎呀，我以为林小姐不会来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和王叔不是有约定吗？好。哎，好幸运啊，这就钓到鱼了。这么快？死鱼？他们买的是死鱼，怎么就钓成了一条死鱼了？没事，王叔，这一条不算，我再钓一条。好，林小姐，怎么了？少爷出车祸了。林小姐，你1天没吃东西了，要不你先吃点东西去。林小姐，大叔，我没事儿，你不用管我。段叔，林小姐一直守在这，1天都没吃饭，只能等少爷出来。少爷的车祸有说法了吗？警方说那辆大货车是盗版车，肇事逃逸后根本查不到司机。是意外还是谁敢对少爷下手？沈总和林小姐换过车，
如果对方是蓄意杀人的话，目标很有可能是林小姐啊。少爷出来。病人的生命体征暂时稳住了，但伤势太重，如果病人在48小时内没有苏醒，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你是说，沈总他？10岁，对不起。不管警方调查结果怎么样，那群保镖决定按自己的方式私下调查聂龙货车。我也已经知道少爷出事后的这事儿了，急得要派私人飞机过来，已经申请国际航线了。要是少爷醒过来还好，要是……何止你终于醒了，头晕没晕？你忘了，我们路过篮球场的时候，你被篮球砸了，幸亏雨城英雄救美，把你送到了校医室。啊，这个雨城，我老乡，我之前跟你提过的，他很会照顾人的。谢谢你啊。为了纪念今天的巧遇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何止？何止啊！雨城一直偷偷盯着你，不会是对你一见钟情了吧？他今天刚好救了你，要不以身相许算了。别胡闹！林宝宝，下学期的学习课时间我就不回了。10岁，别走，别走！为什么会突然梦到过去？而且我记得被砸篮球那会儿，10岁在国外啊。林小姐，您醒了？段叔，10岁呢？10岁醒了吗？对了，段叔，你知道10岁上大学的时候回过国吗？对不起，林小姐，少爷回国以后，我才被老爷派来照顾少爷的。少爷大学期间的事儿，我不太清楚。没事儿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对了，段叔，我房间的床头柜上有一样东西，你叫人帮我拿一下。已经过了14个小时，10岁，别睡了好不好？这小姐麻的样下。医生，10岁怎么样？有没有好转？小姐，你别着急。这个不算，哪有拿半成免税的？等我修好了再送给你。好久不修了，有点生疏了。别着急，我等你，慢慢来。你看着你，我一定会说服他。好，那你成功了，我请你吃饭。林小姐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世家上班？林小姐。谢谢王叔叔，谢谢。您什么时候方便，您什么时候就去。我最近有点私事，世家还是先要拜托您。我闲的也是闲的，明天去公司看看吧。杨小姐，你保重身体啊。你还好吗？谢谢。我老公他走了，他在安心有坚持了10天，结果沈氏兄弟家不在吗？
医生，10岁他……恭喜你，病人求生欲望很强烈，现在终于醒了，可以转到普通病房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别哭了。你哪里痛一定要告诉我。你想不想喝水？你痛了13次，没事。那你口渴了一定要告诉我。10岁，你算了，大学的事儿都过去那么久了，还是不问了。怎么了？今天王叔叔给我回了电话，他答应去世家了。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，我还欠你顿饭呢。少爷已经醒了。是，少爷说让你不必特地从国外赶回来，他自有分寸。我会照顾好少爷的。道主，哎，先别进，不要打扰少爷和林小姐的二人世界。那辆装少爷的货车有眉目了。好，爸爸，来尝一口。宝宝，你先去洗澡吧，我来处理。是谁这么讨厌呀？大晚上的还要打电话。快去嘛，我等你。好。喂，什么事？你怎么还没给我道歉啊？我看到有本人在这某某家附近转，我都不敢回家。我不是说了不要让你联系我，你他妈自己撞错人了，还敢找我要钱？是，如果一颗小时内我看不到钱，明天我那车应该他妈的，大额转账那得到银行上班才能到账，你不知道吧？亲爱的，你怎么那么凶？是在跟人吵架吗？啊，没事，是公司合作商的事。我跟你说，别给我惹事，钱我会给你的。人家忘记拿衣服了，你去帮宝宝在车里拿一下那件红色的真丝睡衣，好不好嘛？好，宝宝，等我一下啊。高贺，你去帮我查查这个座机号。赵雨成最近背着我跟他联系了3次。向总，你先出去等我。干嘛？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嘛。他要帮我擦身体。我也可，那我出去等你。哼，我难道是那种会偷窥的色狼吗？高有林，是谁拿到了他的手机？高有林，是谁拿到了他的手机？喂，我有个朋友说跟你有个交易，你拿1000万送到我指定地方，我把录音笔给你。什么交易？什么录音笔？我怎么不知道怎么回事？你是谁？不可能吧？难道打错了？你是林和芷吧？对，我是。高明行踪不定，根据手机号，竟然什么都查不到。幸好那人主动找上林小姐，现在监听到他的手机，那个人很有可能就在路上。走。你是林和芷，这不就对了？你别给我耍花样，否则我……哎，你们
死谁呀？干啥？哎，林小姐，我是高贺，他之前说的话不用理，我们会解决。这是我的仇。好的，我明白。哼，这辆车有没有印象？没见过。那这个人呢？他是高秘书，这里有血。这里为什么会有血？哎，别打！我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呀。不打你也行，那人不是要钱吗？你把他约到一个不会起疑心的地方。哥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这里白天又不开业，没有人。不是，我着急走，钱呢？爸爸，你……哦，我着急去个厕所，突然有点肚子疼。行，你快去快回啊！好什么？我还没给你钱呢。林和志，你贱人，给我设局！不愧是高耀林的堂弟，这种品行是属于家族遗传吧？这2天高耀林没有给你托梦，要带你走吗？管你！妈妈，好了，行，你要打死我了！我要报警！我要报警！放心，我已经报过去了。老师，他逃跑的时候从厕所窗口摔了下来，结果全身都摔伤了。不是，他们说我，他们打我。好，谢谢师傅，你快跑啊！何止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把他们都抓起来！把他们都抓起来！走吧，该回去陪10岁吃饭了。是。沈总，光明已经落网。至于赵雨辰，徐梦也说昨天晚上他离开了酒店，我们的人守科嘉宁，一直没有看到他露面。好，还有林小姐坚持要参与行动，还向我们扔寒冷。听他说的，保护好他。好。刘姐，给我吧。行。吃饭了，来，慢点。你看这个会不会觉得无聊？要不我给你换一台？没事，学习经验。吃饭。医生，10岁他怎么样了？有好转吗？医生，转到普仁病房1周了，病人比预计恢复得快，他体质很好，应该平时保证锻炼，好好养伤就行。麻烦你们了，谢谢啊。吓死我了！这医生老皱眉，我以为出什么病了呢。
你是胡医生啊？他的外号叫平平居士，他们科室还有个医生叫叹气大师，那才叫吓人呢。奇奇怪怪的。你们不知道，前几天来了个浑身是伤的病人，叫什么高明，听说是从看守所送来的，被叹气大师吓到了。他活该。我帮你系下扣子吧。不用了，我来吧。好，谢谢。我喜欢你。何止，我喜欢你已经有10年。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。什么真的？你要让我再说一遍吗？你救了我，我以身相许好不好？我不是谁救我都会以身相许的，也不是因为你替我出了车祸的原因，就算你没有替我出车祸，我也……你再过来。啊。电话，我去给高贺划了一个电话。就在这里接。喂，高贺，有赵雨成的消息了吗？没有，赵雨成故技重施，叫助理开他的车。目前他那个助理被警方逮捕，他被警方列入在逃嫌疑人名单。好吧，那没事的话，嘉林那边的人想要见你。当初他们捧着赵雨成来踩我，现在倒是想起我来。如果林小姐不想见的话，我直接回去。见？凭什么不见？你干嘛一直看我呀？我在欣赏我的女朋友。那你看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下午有事要出去一趟。我呢，负责养伤和恋爱，你呢，负责恋爱和抓人。哟，大侄女回来了！哎，来，坐。哎呀，何止呀！你看现在咱家里群龙无首，哎，你是否愿意回到咱这里来主持大局呀？赵叔叔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我一个女人，哪懂得生意上的事嘛？你看那个邻居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。哎呀，这个长辈偶尔说错句话，他还记恨着呢。我听说王厂最近带了一批骨干回到了世家。大侄女，只要你回到了嘉林，我相信以前嘉林的老员工会看在老林的面子上，肯定会。哼，怪不得找上我。自从赵雨成上位以后，嘉林不少老员工都被气跑了，留下的那些可不是跟赵雨成蛇鼠一窝吗？我只是给钱，其他的王叔叔放手去做。不过现在嘉林的大股东还是赵雨成吧？这赵雨成师尊不明，你们现在这嘉林的烂摊子，凭什么让我接呀？合着啊，钱叔叔还是那句话，这嘉林呢是你爸的心血。我记得刚刚成立嘉林的时候，你爸嫌你一个人在家里，这不是经常还带你来公司联访？行了，有些话呀，骗骗别人就行了，别把自己也骗进去。现在的嘉林
已经不是我爸的嘉玲了。我现在只想完成我爸的心愿，把世家发扬光大。这彻底不管。我现在没有因为赵雨成针对嘉玲，已经是我最大的忍耐。我也希望赵叔叔、钱叔叔也能记得这份情谊，别把嘉玲砸在你们手里。那你不同意回家里干什么啊？你是看我们的笑话来了，是落井下石来了吗？林和志，妈的，这帮老光头，一看我出事儿就立马巴结林和去，之前的钱都他妈白拿了。老板，打电话多少钱？4块钱5分钟。这么贵？喂，喂，宝宝，亲爱的，你去哪里了？手机不接，公司也没人，人家好担心你。宝宝，你来我这里玩了这么久，你想不想家？要不我陪你回趟帝国吧？大叔特意送过来的，好不好吃？你也试试。好吃吗？有点甜。段叔，你也在？沈总、林小姐忙吗？我给他们打电话没人接。哎，他们怎么了？赵雨辰给徐梦雅打电话。进来吧。沈总、林小姐，徐梦雅联系我了，说赵雨辰想跟他回帝国，不过现在赵雨辰被通缉了，上不了飞机。难道他想坐沈文博的私人飞机跑路？是的，把上次老头子改签的机票改让徐梦雅要。是。你父亲要回 S 厂，那我别担心，他见过你照片的。他会不会不喜欢我？我毕竟之前有过一段。你很好的，放心吧。而且他自己也少了坏。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跟未来公公有共同点啊？他来了，小心点。你终于出现了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是因为我没有陪你，你生气了？我最近有些困难，等我情况好一些，我陪宝宝逛街，好不好？那要是情况好不了呢？不会的，有你在。宝宝，你爸的飞机怎么还没有到呀？你多大的脸呢？你随便几句话，我就给你安排一辆私人飞机啊！你想干什么？林和芷，这个贱人，你在干什么？赵雨辰，高远云在地下呢，高明在监狱，你想去哪？梦雅，救我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不是说喜欢我吗？就你，你出卖我！你们两个贱人，连上回来整我是不是？啊！你别说出一副被心爱人背叛的蠢样子，从头到尾，你眼里只有别人的钱，没有什么情情爱爱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虽然我接近梦雅是因为她是沈宏博的女儿，
林和志这个贱人，怎么敢完全否定我的感情？梦雅，你难道一点都不顾及我们之间的感情吗？啊？徐梦雅，联系小高那3个电话，我用的是你房间的座机。你要是不救我的话，就别怪我把你拉下水。反正我现在贱命一条嘛。你可是沈宏博的女儿，他沈宏博忍心自己的女儿进监狱吗？啊！你差点撞死了沈宏博的儿子，他不杀你就不错了，没救你。不可能！小高撞的是沈10岁，沈10岁是沈宏博的儿子。我不信你们在骗我，你们故意在骗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徐梦雅，你就甘心自己进监狱吗？徐梦雅，我只是少爷安插在你身边的卧底。带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回去吧，少爷还等着你呢。10岁，赵伟成果然露面了，我们在郊区就抓住了他。恭喜你啊！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！对不起，我是不是碰到你伤口了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医生说我病情已经稳定了，可以回家治疗了。少爷，林小姐，午餐已经准备好了。段叔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少爷，这份鸡汁粥是老陈特意为你准备的，其他的都是林小姐的。这段时间陪10岁吃营养餐，血都变淡了，还是段氏选了周的。喂我。你不是手都好了吗？好好好，喂你，来，宝宝乖。啊！你自己真的没事吗？放心吧，我没事的，你去休息吧。那我帮你留盏灯，你晚上要是有什么事儿，你就给我打电话。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在这儿？我梦游了。我没想问，你上次不是说了是最后一次？不许说。你要不别走了，在我这儿睡，我的床单。啊，
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害怕你晚上又偷偷来看我，这摸黑过通道，嘿，不许说了。爸，赵雨成被判了死刑，高明也是。世嘉之前停手的项目，现在也重新研发了。王叔叔说了，这个项目一定会让世嘉起死回生的。爸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我好想你。说完了吗？那我来说两句。林伯伯，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当年我失恋，你还专门去国外来看我，现在你不用担心了。你失恋，我爸还去国外安慰你，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儿？那都是之前的事情了。林伯伯，我和何止在一起了，你放心吧，往后余生我们会彼此照顾好彼此的。谁让你说这些的？熟归熟，我还是要向未来的岳父表个态，让他放心，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。